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在许多海外朋友的眼中呢，我们纽西兰就像地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，清新纯净，风景优美辽阔，生活呢慢节奏，没有战争，没有贪腐，没有内卷，社会福利超好。有朋友调侃说，在纽西兰有一种死法是舒服死的，这一切呢，简直就是理想国的范本。是的，纽西兰有过它美好的年代，在20世纪中叶曾是全球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而在2024年，纽西兰人均 GDP 全球排名已经降到了第40位。近些年，很多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，尤其近10年搬到奥克兰、惠灵顿、基督城的人，会渐渐地发现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。这个国家看起来一切正常，但内部就好像是一台老旧的机器，慢慢的跑不动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。如果纽西兰真的在慢慢的沉睡，那它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？首先来说说纽西兰问题更新的速度，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政府反应的速度？纽西兰向来以稳健为名，政府改革总是谨慎，程序总是完备，民主过程也充分。这种方式在过去几十年是有效的，也赢得了国际上最透明政府、最少贪腐国家之类的称号。但现在的时代已经变了呀，过去的问题是现行的，现在的问题是系统性的、叠加的、节奏飞快的挑战组。但我们的系统反应还是慢慢悠悠的。比如2020年到2021年之间，房价一年飙升了将近27%，达到了历史性的增长。这可不是通胀，这是系统性的挤压。用一组数据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叠加而来的问题。2024年，奥克兰中位房价约为100万零3万8千纽币。2024年，奥克兰家庭年中位收入约为12万7550纽币，这意味着一个家庭需要约8.14年的全部收入，也就是不吃不喝才能够买一套中位价的房屋。这意味着在国际上属于住房极难负担的城市，而且连续多年维持这一高位状态，也就反映出了纽西兰住房市场的结构性问题。我们再来说说医疗。2024年，公立医院非紧急手术等待时间普遍超过4个月，某些科别甚至要等到明年。纽西兰政府原本设定的目标是95%的患者在等待名单上不超过4个月即可以接受择期手术。实际情况呢，截至2024年9月，仅有约62.2%的患者在4个月内接受了手术，远低于设定的目标。我们再来看看悄然扩散的犯罪和毒品问题。奥克兰某部分街区的撞车抢劫频率激增，青少年涉毒率也比5年前翻了1倍。而政府反应呢，通常是开个新闻发布会，说我们将成立工作调查组，然后几个月后呢，宣布一项试点项目，再过几个月宣布需要进一步磋商。每个问题的反应都慢了半拍，甚至一整拍。你看，这就像暴雨来了，我们还在用茶杯排水。这不是努力不够的问题，这是工具箱里根本没有现代社会所需的工具。这句话方舟有必要再说一遍，这不是努力不够的问题，这是工具箱里根本没有现代社会所需的工具。我们再来说说纽西兰系统失败的拦路石。纽西兰制度设计有一个美名，权责分明，地方自治，听起来很优雅，实践起来呢，却越来越像是一场无休止的扯皮。举个例子，医疗改革。过去是20多个地方卫生局，每个都有自己的预算、设备、招聘系统。2022年7月1号，纽西兰政府整合了地方卫生局，成为了一个新的新西兰健康局。当时的承诺是信息整合，资源统一调配。可3年过去了，病人资料依旧在不同地区难以互通，远程医疗技术在一些偏远地区几乎没有落地。
这些偏远地区的病人常常还是等不到医生，等不到手术，财政使用依旧分散，审批迟缓，连一些病患都在调侃，换了个名字，排队没变。教育呢，课程标准由教育部定，执行权归学校董事会，结果就是一个地区一个标准，一所学校一个系统。那住房和警政更不用说了，住房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、社会发展部、地方政府各自掌管，警政司和司法、青少年事务、毒品局彼此脱节，每一项公共事务背后都有4、5个不同的主管机构。这就好像在开车的时候，方向盘在一个手里，刹车却在另一个脚下，而 GPS 呢，却在天花板上贴着，谁都没有错，但车就是不动，或者是不知开向何方。我们再来看看，在纽西兰，上升通道是不是在萎缩，而平等的神话是不是在破灭？纽西兰曾经是白手起家的天堂，80年代经济自由化，全民医保，全民教育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中的社会良心。如今呢，房价的问题就不说了，路人皆知。教育方面呢，虽然表面免费，但优质资源集中于特定区域和私校，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孩子的未来门票，拼尽全力搬家送私校。创业环境不活跃，小企业融资难，缺乏风投支持。在2023年，纽西兰科技初创公司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仅为澳洲的1%。这句话也得再说一遍。在2023年，纽西兰科技初创公司获得的风险投资总额仅为澳洲的1%。原来是你努力就能买房，你读书就能找到好工作，你踏实就能活得体面。但如今我们感受到的是，努力的回报越来越模糊，不是你不够拼，而是整个系统的天花板正在下降。接下来我们不得不说的是年轻人和人才的沉默出走，这事实上已经是对此地失去了信心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背起背包离开，不是去旅行，是去重新开始。2024年统计数字显示，约有7万名纽西兰公民，这个数字不包括 PR 等非公民身份，在过去1年移居海外，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最高年度净流失记录。其中18到34岁的年轻人占比接近了60%。他们去了哪里？澳洲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新加坡。而国际留学生毕业后不愿留下，更是对本地职场结构失望的自然结果。存留率从35%降到了18%，很多人毕业后直接去澳洲，或者是回到亚洲。其实纽西兰年轻人想要的就是努力是有方向的，有未来感的，而这些基本期待在如今的纽西兰越来越难以兑现。纽西兰在外界看来仍然是天堂，但里面的人却越来越无力，这或许是最令人唏嘘的地方。你问住在德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台湾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地的朋友，他们都会说，你住在纽西兰，好羡慕你，那边不是最干净、最自由、最幸福吗？但住在这里的我们越来越发现，这里仍然是美，美得妙不可言，美得想醉生梦死，但确实有一种停滞感，让人感到压抑。不是生活不好，而是没有方向；不是制度坏了，而是它不动；不是政府不听，而是他听完没有行动。这种落差不是抱怨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失望。当一种制度长期无法回应时代的变化，人们就会产生一种被时代遗弃的感觉。你努力，但这里没有你的位置。它像一个表面完好的系统，里头却像是逐渐冷却的炉火。那我们来回到最根本的问题，纽西兰的问题不是资源不够，也不是人民不够勤快，而是国家治理的系统版本落后了，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及时升级。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小国沉睡型失能，没有战略级更新，只有旧系统打补丁；没有跨部门统筹机制，只有多头拉扯。
没有国家目标的清晰叙事，只有维持现状的含蓄口号。它不是什么灾难性的崩塌，而是一种温水沉睡式的功能渐失。它不吓人，但它会让一代年轻人彻底失去想象。那朋友们一定会问，纽西兰未来会变好吗？纽西兰不会崩盘，它依然是美丽友善的国家，风景依旧，鸟语花香，民主依旧，制度清廉。但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缓慢而稳定的退步，它很有可能变成了一种理想外壳下的空心国家，就像一个瓶子，看起来漂亮，打开却没有内容。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问题是现实的，你愿意把整个人生压在一个不愿意更新的国家身上吗？而对于我们这些还热爱着纽西兰、还留在纽西兰的人来说，我们也要问问自己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需要集思广益的大问题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想法、有共鸣、有经历，欢迎您在留言区留言讨论，也请您点赞、订阅、转发方竹时间，支持我继续讲出这些被忽略的声音。方竹真心愿您生活的地方不止宜居，而且宜心。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见。